周良运如着魔一般的激情澎湃，令叶晨心中骇然惊叹。原来父亲早已算好一切，也早早为自己规划好了一切。此时的周良运眼神之中满是激动的炽热，他激动无比的继续道：自您父母出世之后，我便一直等着您困龙升天的那一天，这一等就是20年，差不多5年前，赖清华赖老先生去了燕京，当时赖老先生是从美国启程的，而我就在美国，当叶家的专机载着他老人家从洛杉矶起飞的时候，我就在机场跑到尽头处的围栏外，目送着那架飞机飞入云霄。那一刻我知道，距离您困龙升天的那一刻已经不远了。赖老先生到了燕京之后，费数年时间，用其毕生所学，终于在叶灵山破掉了您龙困浅滩的困境。得知消息的那一刻，我一夜未眠。翌日，我便带着9旋天经飞到华夏，用周良运的身份去吉庆堂应聘了经理的岗位，等待一个最合适的机会，让您得到9旋天经。叶晨没想到这种一切竟是如此联系在一起的，于是他又想起什么，疑惑地问道：周叔叔，赖老先生说我是因为在金陵结了婚安了家，所以才会陷入龙困浅滩的局面，可我父亲早早便遇害去，是他又是如何在我8岁之前就算到这一切的？周良运表情有些伤感地说道：少爷，赖老先生是风水大师，但他也只是到了燕京之后才算出您龙困浅滩，而那个时候他并不知道您在这龙困浅滩之中究竟困了多久。说着，周良运又继续道：赖老先生推测您是结婚之后才龙困浅滩，那只是因为叶家刚好那个时候才找到赖老先生而已。说罢，周良运又语出惊人地说道：其实您父亲之所以会知道您龙困浅滩，不是因为他料事如神，而是因为当您8岁那年与您父母一起离开叶家，离开燕京的那一刻，您就已经是龙困浅滩了。叶晨更是惊讶，我8岁那年便已经龙困浅滩？对，周良运重重点头道：您父母当年离开燕京前往金陵的决定，本就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如关羽败走麦城一样，您一家3口之命运也自那一刻起，从先前的扶摇直上变为急转直下，所以您从那一刻起便一直龙困浅滩，直到赖老先生为您破局。叶晨这才恍然大悟，他自己理解错了赖清华赖老先生的时间线。赖老先生是4、5年前被爷爷请到燕京的，那时候正好是自己与萧初然结婚的时间。赖老先生以为叶家是那个时候刚刚龙困浅滩，其实那个时候自己陷入龙困浅滩的困局已经10几年了。他沉思片刻，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，连忙又问周良运：周叔叔，您知道何为升龙阁吗？我总能听到升龙阁的说法，但却不知道升龙阁究竟是什么意思。周良运看着叶晨，认真道：少爷，升龙阁乃升龙之道所需的独特命格，史料里说，唯有升龙命格，方可进升龙之道。您父亲曾经和您一样，也是龙格，但他却只能打开9旋经序，打不开9旋天经，因为9旋经序里说，唯有升龙命格，方可打开9旋天经，迈入升龙之道。叶晨更加疑惑，反问他：周叔叔，我父亲是龙格，却打不开9旋天经，而我也是龙格，为什么我能打开？周良运一双眼睛紧盯着叶晨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少爷，您并非龙格，您是真正的升龙格。为什么？叶晨不解地问。我父亲远比我优秀，他都不是升龙格，为何我一个8岁师
去父母的孤儿，一个曾经被权金陵嘲笑的赘婿，会是升龙阁？我不理解。周良运长叹一声，略有几分哽咽地感慨道：少爷啊，您还不知道何为升龙阁。升龙阁不是人天生会有的命格，是后天改造的命格。人说龙生龙，凤生凤，您的父亲是龙格，您的命格最高就是龙格了，而升龙格需要的是双龙合一。说到这，周良运红着眼道：而少爷您之所以是升龙格，那是因为您的父亲将自己的命格剥离出来给了您，您父亲的龙格再加上您自身的龙格，双龙加持于您一身，方才是升龙之格啊。周叔叔，您刚刚说什么？这一刻，叶晨整个人仿佛五雷轰顶，内心更是翻起惊涛骇浪。他不自觉已经泪流满面，无法理解地问道：我父亲，他为什么要将自己的命格剥离出来给我？周良运感慨道：因为您父亲知道，就算他是龙格，他也不可能是破清会的对手，更不是那个鹰主的对手，而那个鹰主势必会杀了他，杀了您母亲，杀了您，所以您父亲自知自己必死无疑，于是便将自己的命格剥离出来给了您，并且为您安排好了一切退路，希望您成就升龙阁，摆脱龙困浅滩之后，能得到九玄天经，将来方才有机会与那个鹰主一战，全死，或者给您留一线生机。他自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。叶晨此刻的双目已然控制不住那滚滚而落的眼泪，他怎么都没想到自己得到九玄天经自此一飞冲天的背后，一切竟是如此残酷。叶晨心情极其沉重，一时间已然有些精神恍惚，当年的一切仿佛幻灯片一般，在大脑中急速切换，父母、亲人、金陵的一切都不断在眼前飞转。而这时，周良运又格外严肃地说道：少爷，您父亲将命格剥离给您之后，便带着您和您的母亲去了金陵。他与您母亲已经做好必死之决心，他知道自己没有龙格的庇佑，根本躲不开破清会的追杀，他是希望用自己的死来换回破清会的放弃，为您争取一个安全成长的机会。所以自您父母带着您离开金陵的前一刻，您就已经是升龙命格了。叶晨想到林婉儿的话，喃喃道：怪不得婉儿说我父亲应该不是龙格，否则不可能被长盛伯杀死，原来是因为他将自己的龙格剥离出来给了我。周良运道：剥离命格，九死一生，而且那一生之中能成功将命格剥离出来，并且成功加持给另一人的，更是万中无一。万幸的是，您父亲做到了。说到这里，周良运又道：当初在吉庆堂，也并非真的是您岳父不小心打碎了那个玉壶春瓶，而是因为玉壶春瓶内的九玄天经感应到了您的升龙命格，自己正拖着要从那玉壶春瓶里出来认主。那日在贵宾室内，当我将玉壶春瓶的盒子打开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开始震动了。我让您岳父将它拿出来，您岳父应该是没料到那瓶子会震，心一慌，便将那瓶子摔在了地上。所以不是少爷您机缘巧合得到了九玄天经，而是全世界只有您才能让九玄天经破瓶而出。在下把这个过程安排在吉庆堂，才让这一切在您看来显得自然而然，并且不会被有心人发现。叶晨默默听着，眼泪已经决堤。良久之后，他忽然问：周叔叔，剥离命格痛苦吗？周良运抬头看向天花板，眼中的雾气已然凝结成泪水，使得瞳孔看到的光线变得模糊且斑驳。许久之后，他才喃喃道：自
挤剥离自己的命格，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痛苦的事。